2026年美国退休住房五大趋势：需求暴涨，结构性短缺正在形成。当所有人都认为婴儿潮、退休潮会带来新一轮的跨州搬迁的时候，但是真实的美国退休住房版图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。养老需求正在快速的膨胀，迁徙却不再一窝蜂，住房短缺在加剧。但是真正适合老年人长期居住的房型仍然极度的稀缺。几个机构的大量数据共同的指向趋势。当你把这些数据拼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养老需求爆发、供给严重滞后、迁移更加精准的新时代。养老需求大，但是搬家意愿小，是主流的趋势。75%的50岁以上的人群希望原地养老。家庭与社区偏好的调查在2024年，这意味着未来2年最大的需求不是跨州的迁徙，而是如何把现在有住房做成适合老化的房屋。如何在原居住的社区获得更好的便利设施、医疗的资源与生活的服务？如何通过一层的主卧等等方式延长居住的时间？这一趋势正在快速地改变美国住房市场的供需结构。结构性的短缺出现，老年住房的入住率冲到了87%以上，供应远远不够用。美国国家的投资中心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一季度老年住房的入住率突破了87%，净吸纳量超过新建的供应量，新建的数量处在10年的低点。这意味着一个关键的事实：80岁以上的人口增速是大于老年住房的增速的。未来的5年，美国需要新增50到56万套老年人的住房，包含独立生活、协助生活、护理型。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，只能完成不足的一半。这个缺口会在2026年进一步的扩大。优质养老的社区出现提前排队、提前买房锁定位置的现象将更加的普遍。迁徙在收缩，跨州退休搬家的人数在下降，但是方向更加清晰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大约有100万名60岁以上的人口跨州搬家，规模还不小。但是搬家公司报告显示，整体迁移的人数在2023年到2024年之间下降了7%。退休迁徙在下降，并不代表人们不搬家，而是更加的谨慎，更缩短的距离，更加要考虑医疗与生活的成本，而不是盲目的追求热区。55岁以上社区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。过去的5年，换州居住的意愿从79%降到了69%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城市或者是同州内换到更合适的房型，迁徙的方向从奔向阳光到奔向成本、医疗与宜居度。虽然跨州迁徙收缩，但是方向仍然是非常清晰的。热门的州有佛州、亚利桑那、内华达，背后的逻辑就是温暖的气候加上无州税、低税，还有活跃的生活方式。热门的城市榜单，2025年的数据显示，亚利桑那退休净流入第1名，拉斯维加斯都会区、卡罗来纳州若干中小城市也进入前10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受欢迎的不是超大的城市，而是成本的合理、医疗资源的稳健、节奏舒适的中型城市。2025年最佳的退休州更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果：
新罕布什尔州位于美国最适合退休的州，原因竟然不是阳光，而是因为安全、医疗质量、税务结构与综合生活成本。另一方面，德州、佛州部分地区因为保险的高涨、极端天气风险增加，反而被评为最不适合退休的州的之一。老年住房投资需求很强，但是不是闭眼稳赚。这一赛道的基本面确实强劲，老龄人口结构明确，入住率长期的向上，供给严重的滞后。但是行业也面临着运营与成本的压力，人工成本的持续上升，利率与建设成本高，管理不善的资产正在抛售。18亿美元养老资产亏损出售，因此2026年到2027年，养老资产是强需求、强分化的赛道。结论就是2026年到2027年是养老时代的起点。美国正在进入一个黄金窗口期，需求清晰，供应不足，迁徙精准，产品分化。这意味着对家庭而言，要提前规划好你的退休住所、医疗的网路、保险与生活质量，而不是临时抱佛脚。对投资者而言，要更专业地看待养老地产，不要盲目地追求热点，不要买听起来很好的故事，而是抓住那些真正供不应求的项目与市场周期。致力于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美国房地产领域，为购房者、卖家与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。我们整合全美国优质新房、二手房与投资物业资源，通过智能的分析模型，帮助大家精准识别市场机会，实现从选房、购房、出租、管理到资产配置的全流程服务闭环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带你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。